大家好，我阿傻，今天来分享 SS11的第二只角色枪翼纠缠电火花。电火花这技能伤害倍率其实给的还不错，但由于技能形态的原因，一直都没有什么人游玩。在出了特殊辅助后，我还有去尝试过几次，但基本上没有改变它的问题。要抓距离的特性导致它刷图手感很差，打王又限制走位，玩起来非常痛苦。除了打木桩外，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但这季新推出的纠缠刚好可以完美解决这问题。由于纠缠会直接在目标一定的距离去释放技能，我们只需要控制好电火花的停留距离就好，再也不用因此被限制走位，让电火花这技能大翻身。虽然出伤还是会比其他技能慢一些，但只要目标不会高频率的移动的话，伤害还是非常可观的。目前玩下来最大的问题反而是在纠缠触媒，纠缠触媒用起来是真的挺糟糕的。触媒生成的纠缠会在脚下，导致追踪距离会比自己释放还近。而且20米内达到上限就不会再触发，但追踪距离根本没这么远，常常躲个招就看到5颗纠缠都被拉到地上，没有半颗被启动。所以在打高难度如邪龙、巅峰等关卡时，建议都是把触媒换成普通的纠缠辅助自己释放。而角色选择方面，其实很多角色都可以玩。以我的纯电配置来说，直接用猫2去拿大量麻痹效果是最简单的。选择枪仪最主要是因为这季腰带上基础词与美梦词的技能持续时间终于增加了，这改动让枪仪可以更容易的去常驻魔术射击，而且电火花除了必备的散射与慢速投射外，还有许多增伤幅度大的辅助可以选择，两个崇高辅助彼此也不会冲突，枪仪可以透过特殊带来使用这些辅助，虽然要达成的条件比较多，但还是挺适合这流派的。伤害部分在全 T1阶段就已经爆装了。因此我后续也把一些东西改去拿生存。现在伤害是多少说实在我也不太知道，邪龙大约是3750左右，而且打邪龙的过程基本上是不会死的。巅峰21层也是3星通过，只有塔器没办法，因为电火花出伤还是慢了一些，有防护罩的炮塔很难及时打掉。我试了一次只能打到14波，最后一波会被那4个炮塔射爆，只能之后再找人一起打了。装备部分头盔用恶意缠绵，建议找暴击值高的，因为这头盔暴击才有额外伤害弹，又有暴击不幸，最好把暴击率撑到100%。双瓦的话，第2或第3条都可以，找数值好的就行。胸甲用可血装，重要的是双红和趋光之翼这2条传奇词，其他就看缺什么就打什么。我目前是做了2件都瓦失败了，弹射次数对电火花来说基本上没什么用，只是光环效果太贵了，所以随便上了废词。现在穿的这件就是最好的情况，前后缀分别是进阶至真传奇词，就可以去把目标词都洗出来。如果瓦到双红的话，坦度还能大幅提升，瓦到趋光之翼则是伤害能大幅提升。不过可血装做起来挺贵的，我应该是不会继续做了。由于有使用双红挂号内的元素抗性，记得要调到一样，有瓦到的话腐蚀抗也要记得调。项链基底找一场基础伤害搭配肮脏技巧用的解梦初感电。副作用减范围效果有点伤，但还不会影响机体，所以我就用这了。现在基础磁感电的也比较便宜了，可以买基础感电的去解一场基础伤，会比较便宜。副作用不好也可以继续洗。词缀部分额外纠缠一定要，剩下1条至真词可以自己调整。后缀的屏障可以搭配石板拿到坚韧祝福，所以还蛮推荐的。手套用雷霆操纵者，主要找第2跟5条数值高一点的，额外施加麻痹尽量找3以上。这样搭配天赋后可以造成5层麻痹，电戳只要戳2下麻痹就会满。然后买的时候抗性也要留意一下，要记得3元素抗性要一样。如果其他抗性还不确定，那之后也是可以用1颗小型命运去调整。我买这手套时，由于另外2抗已经调好了，所以最后缺的抗是用鞋子的基础词来补。其实基础词最好是用元素抗性上限，不过我买时还挺贵的，就干脆找抗性来省1个小型命运。鞋子除了跑速相关以外，其他我都是撑生存用的。如果想走5魔的话，也可以考虑直接穿森罗行机。腰带找持续时间基底并解梦出持续时间，加上后缀的持续时间，最多可以拿到81%，加上气灵那边可以拿到20%，基本上就可以常驻魔术射击了。不过要弄出顶数值的会非常贵。我目前97%的持续时间空窗期也只会有0.1秒多左右，跟常驻也没什么区别了。前缀我原本是有做智慧，不过我看电火花华贵辅助的击退没有挂状态在木桩上，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挂上控制效果，
所以就把智慧改成嘲讽来确定拿到6种控制状态了。调香部分我看4层香是挺便宜的，所以就用了，也可以从神谱来拿。戒指1颗找法术激进，另外1颗找抗性解梦出胆怯。找抗性是因为这样基底加1抗刚好可以抵1条替银抗性，调抗性会比较好调，不然一样可以用命运来调整。词缀部分我2颗都是做一样的，前缀护甲穿透也可以改穿抗，看武器做什么，反正这2个属性都要拿一点，后缀拿几率2倍伤。另外爆率没满时建议直接做出阶词拿爆率就好，不用做到进阶的爆伤，因为不管是武器、防具、追忆或命运上，爆率比爆伤几乎都是2:1，但其他地方这2条词的成本没有多少差别，所以防具上用便宜的出阶爆率就好，用其他地方去补爆伤，这样 CP 值比较高。其实仔细看就会发现我大部分防具都不会上满2条进阶词，因为出阶与进阶给的数值其实差不多，就看你是缺什么词缀而已。装备部分主要做出阶词，进阶词的格挡率或智慧等用追忆或命运来拿，这样就能稍微降低一些做装的成本。武器部分我原本是打算拿长杖的，因为比较便宜，但双持有送 30% 攻击格挡率，不拿白不拿，所以还是改拿法杖了。基础词都找投射物数量，至真词部分后缀至少找1条纠缠伤害加深，另外1条要用额外减少失速，这条也可以，增伤幅度差不多。额外减少失速也不会影响到特殊弹的装填率，所以可以放心用。前缀的话至少1条穿抗，另外1条要做等级也可以，但面对高抗怪时2条穿抗会更好一点，因为伤害已经溢出很多了，所以我会推荐直接都做穿抗去针对比较硬的高抗怪就好。进阶词部分前缀洗闪电等级最好，全梯阶段智慧比较低，所以那时候出智慧我就先用了，后来全上替银后才发现2把都洗等级其实会更痛。不过也没有差很多，所以我就懒得重洗了。后缀找爆伤，如果觉得爆率很难满的话，也可以找1条法术暴击值，爆率就不考虑了。一样2:1，但是进阶词，还不如从其他地方找。出阶词的话，前缀不用考虑找点伤，后缀的话可以找失速或100%伤。以我的机体来说，至少要有1把做失速特殊弹的几率才能到100%，可以看看自己的弹药排序会不会有变化，有变化的话表示几率还没满。那可能就需要2把都做失速了。高阶序列部分就看个人了，上中阶的暴击额外伤或额外法伤打木桩也是一整排的0，以20层来说是没有差别的，但只用中阶序列打21才能不能3星我就不确定了。不过高阶序列与中阶序列的价格实在差很多，可以放到最后再看要不要去做。特性选122，特殊弹部分由于有5种异常状态，异常终结大约是52%more。静电满等大约有70%more，这2个增伤幅度都较多，可以优先放。最后一个位置其实还有许多好的辅助可以选，像电能乘级或电能超载给的增伤幅度也很大。不过爆率100%后，应该还是提高暴击伤害会更好。追忆部分第一个找智慧基底没得挑，后面2个护盾跟跑速都有点贵，所以我就干脆用护甲跟失速了。词缀优先找格挡率与范围，其他就看洗到什么用什么了。因为我后来开了4个魔灵，所以洗到魔灵之源也可以留。高阶序列的法术控制会减100%爆率，所以这边我也是多洗了1条爆率来补。技能部分这触媒真的很难用，想省钱的可以干脆不买，但我刷图实在懒得放技能，所以还是买来用了。下面的间隔描述我个人是觉得完全没差，因为最大的问题不在这，而是用了触媒后锁敌范围真的小很多。这边示范一下，用触媒它会生成在脚边，很难侦测到木桩。但换成普通的纠缠辅助后，它是生成在最远距离，搭配上自动锁敌后，基本上随便按都是生在怪的脚边，2者的锁敌距离差非常多。它这触媒不改的话，真的会让很多人不想去玩纠缠。辅助方面，慢速投射算必备的，纠缠的距离其实非常刚好，1颗慢速投射就能让电火花几乎都停在目标上，所以就尽量避开投射物速度就好。散射与异常终结的增伤应该差不多。如果是玩猫2的话，可以试试2者哪个会更好。特殊辅助的话，这种冷门技能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用顶的，反正都很便宜，成本基本上就是灵感素了。如果是玩5魔灵的话，强制启动可以换成寒霜地面，靠华贵辅助与冰魔灵去回复护盾就好。因为我一开始不是以魔灵为主，石板有找光辉结界，所以是靠强制启动来回复护盾的。电戳戳用来稳定麻痹层数，搭配 0.5 秒的律动或是追踪，不过 0.5 秒的追踪会挺贵的，
所以我是选律动。华贵的数值不重要，但崇高的话麻痹效果越高越好。不过 T0还挺贵的，所以我这边只有用到 T1的，还有一个位置搭配元素师的点伤来拿冰结。冰结既是异常状态，也是控制类效果，所以算是挺重要的一环。最后一个位置随便放，因为伤害已经溢出了，所以大部分时候我都是放迷踪步来加跑速，打21层或邪龙时才会改放命源释放，因为持续时间很多，所以这边随便用一个预警都能常驻。光环部分我原先是开3个50%光环搭上一个极速，后来发现伤害已经挺高的了，就把其中一个光环和极速改开魔灵了。因为我已经从天命拿火魔灵跟电魔灵了，所以这边开了腐蚀个物理的来增加生存，也可以视情况换成冰魔灵。像邪龙没什么持续伤，就可以把腐蚀换冰；神威试炼可以把物理换冰。天赋部分知识之神比较没什么特别的，随机应变挺强的，不过平常也不太会掉到低护盾状态，所以要换别具慧眼也是可以，但伤害也没差多少就是了。元素师这边我放了逆向。因为选的这些天赋版都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天赋，我这边是直接选高%的中型天赋来用，找个能复制3个中型天赋的地方来用就好。然后小型天赋的3元素点伤很重要，因为我们拿法杖，有这点伤电戳才能造成击中，造成冰结跟麻痹。如果天赋不是选元素师的话，记得要从石板找一条。大天赋选入木3分轻松拿到渗透，如果这边选其他的，也可以从刺客的中型天赋来拿到。刺客要拿导电与奇妙角度，可以从石板或调香拿到另外一个。暗影术士是最重要天赋，这边我是使用增加效果的棱镜，范围找3×4的，下面选麻痹与软弱。这个板子挺便宜的，但增伤幅度非常高，因为范围内有6个传奇中型，一共可以拿到156%麻痹效果，而且这6点天赋除了3个控制状态以外，另外3点也都是用得到的天赋。非常适合拿来放传奇中型的棱镜。另外，几率造成异常也要记得点，因为我们的击中频率很高，有这27%，基本上就能常驻3种伤害型异常了。大天赋肮脏技巧没得挑，这技改动后非常强。如果是冰系技能多了冰封，还能吃到6次。神谱我是选大光辉结界，还挺便宜的。如果是想走武魔，可以选源泉，不过源泉双天赋版大概都会很贵就是了。神诀和其中一个群星第1条找比较必要的词，第2条找可以被俄火复制的词。闪电等级挺便宜的，所以3颗我都是找闪电等级。必要的词我是找坚韧与巨能祝福，还有一个虚弱来凑第6个控制状态。另外2个不用复制的群星找用得到的词就好，灵动祝福跟标记可以优先找。找低护盾充能是因为强制启动冷却挺长的，拿来保险用的，但实际上几乎只有打邪龙时会用到就是了。这2块在打升空时可以换成免疫版，不过其实现在除了凋零会穿透护盾没办法打以外，其他2个伤害异常也不会死就是了。剩下一块自制版找欺诈的，上面2条可以找便宜一点的。当初我买时这2条50火而已，所以我是直接买好几块，下面全部丢巫妖的契约，先丢最后一条要找额外伤这条来复制，没有的话就直接重置，有的话再继续丢上面2条。目标是全部等级，剩下的大部分也都有用，所以不算难做。不过巫妖的契约前阵子好像有涨，所以做起来可能会有点贵。器灵部分第1只器灵挺重要的，但不是要它的加具值，是要它的20%持续时间，剩下的天赋都用不到，直接拿命运盖掉。另外2只，一只我是用加一咒，最后一只就看有什么比较强的就用什么。小型命运我是拿来补格挡率，因为追忆上没洗到法格，所以几乎都是从这边拿到的。买了之后多的可以用来补缺的爆率或失速，如果都不缺了就放智慧。天命部分因为有放一中的未定宿命，所以有7个空位，其中震慑是一定要的，不然可血装上的趋光之翼就没作用了。接着是双城，因为我们的持续时间很高，双城可以稳定拿到2个防护技能，是十分强力的生存命运。下个是火雨，拿火焰之灵来补暴击值。最后一组我原本是放月女来拿多一个纠缠上限，但后来算一算发现增伤幅度跟雷霆之灵差不多，所以改放雷之了，还可以多拿魔灵之源的效果。这次分享到这边，最后放一下20层的片段，其实伤害不用到这么高，看到木桩有灵出现后就可以改找生存了。我现在的机体去打一般招式基本都不会死，
只要会躲机制的必死招，就能稳稳通关了。机体强度够厚，21层反而更简单，大部分技能都不用躲，小心冲刺跟炸弹就可以了。不过21层也没什么奖励啦，打得过的应该也不会缺这武士货了，有兴趣再去挑战就好。整体下来，这只电火花玩起来还算满意，就是触媒有点难用就是了。接下来应该会先看看婆的消息了，如果玩起来觉得还好的话，可能会再玩一只角色，或是回去组一只冰魔灵，到时候再看看情况吧。我是阿傻，我们下部影片见。